大家好，2024年1月16日，胡海峰被从浙江的丽水市委书记提拔为民政部副部长，这是一次破格提拔。我之前做过一期节目，以胡海峰的资格是不够提拔为省委常委或者民政部副部长的。胡海峰生于1972年11月，现年52岁，2016年1月担任浙江嘉兴市的副市长，3月任代市长，成为正厅级干部。2018年7月2日，胡海峰升任中共丽水市市委书记。那到目前为止，胡海峰晋升正厅级长达8年，当然担任地市级的一把手，也就是市委书记，刚刚是5年半。我不知道中组部的规定是不是晋升正厅级5年之后才能提拔副部级干部，但是从惯例上来说，这是一次破格提拔。我们看一下目前胡海峰的民政部的同事就知道了。现任的民政部副部长唐成佩是2008年1月任安徽省副省长，2011年10月任安徽省委常委宣传部长，2017年7月任贵州省委常委兼省委秘书长，2018年调任民政部任副部长。唐成佩任民政部副部长的时候是54岁，但是他已经晋升副部级长达10年。而民政部副部长张春生2017年4月任中纪委副书记兼办公厅主任，已经是副部长级别了。2022年张春生58岁的时候任民政部副部长，此时他已经晋升副部级长达5年了。而民政部副部长詹成富2018年7月55岁时任民政部副部长，此时詹成富已经晋升副部级3年了。他是民政部党组的党组成员。之前呢，詹成富历任民政部3个司的司长，已经晋升正厅级11年了。2024年1月5日，中国国务院任命李宝俊为民政部副部长。李宝俊现年54岁，担任正司级职位11年，那已经刷了3个不同职位的司长了。那可见民政部副部长的职位要么是直接副部级调过来的，甚至是省委常委直接调过来的，要么是担任司长10年以上，刷了3个不同职位的司长才有这个资历。那胡海峰的资历是明显是不够的。一般来说，很少有干部能直接从地市级的市委书记直接晋升省委常委的，一般都是先晋升副省长2年，然后再提拔为省委常委。那或者接连担任2个不同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，甚至是3个不同的地级市的市委书记，才能直接晋升省委常委。那我们看另外一个例子就知道是习近平亲自提拔的胡海峰的。2022年12月18日，网络传言胡海峰将升任河南省委常委兼郑州市委书记。当时的郑州市委书记安伟还没有离任，安伟呢任正厅级6年，地级市的市委书记3个月，晋升副部级的时候是55岁。当时呢，胡海峰是任了正厅级6年，地级市的市委书记4年，年龄50岁。但安伟已经是晋升了副部级3个月。这个安伟倒是一个真实的没有经过副省长这一步，直接从地级市的市委书记晋升省委常委的一个很少见的例子。那当时的背景是李克强那发誓要拿下郑州大水的责任人徐立毅，因此安伟应该是李克强的人，是被破格提拔的，直接从地级市的市委书记。安伟但是地级市的市委书记也没有几个月嘛，然后晋升省委常委。但是安伟他担任正厅级的职务也是超过5年了，也就是说，除了总书记或者总理这个职位点名要提拔某某人，单凭胡海峰的资历，或者说他仅仅担任过1个地级市的市委书记，他想要晋升省委常委或者是民政部的副部长，就属于破格提拔了。他就需要总书记职位的习近平细包子亲自提拔，或者是前任的总理李克强提拔郑州市委书记安伟，这样亲自提拔。那现任的总理李强他目前人在瑞士，那我发现中国一有关键的事情发生，李强就躲出去了。上次李克强挂了，李强就躲到吉尔吉斯斯坦。那北京昌平地铁出事故的时候，李强就躲到重庆。那胡海峰被提拔为
民政部副部长的时候，李强就躲到瑞士，而且李强因为民政部属于李强的国务院的管辖嘛，1月5日李强刚刚把李宝俊提拔为民政部的副部长，这才11天，立马又把胡海峰提拔为民政部的副部长，就说明李强他没有什么实际的权利，二个是李强他本人他也不掌握习近平的心思，他根本就没猜对，就是我们有个词不叫揣测上意嘛，他就没揣测明白细胞子心里想什么。因此呢，破格提拔胡海峰的只能是习近平细胞子一个人。另外一个问题是，胡海峰被提拔为民政部的副部长之后呢，民政部有5个副部长，因为之前民政部空出来的那个坑呢，被李宝俊占了。按照编制呢，民政部的机关编制是324名公务员，设部长1名，副部长4名，司局级领导职位是47名。也就是说，胡海峰担任民政部的副部长之后，要么有一个民政部的副部长要调走，甚至是胡海峰本人就要调走，要么是民政部继续超编运行。好的，谢谢大家。